make games don't make game，就是做很多游戏，不要只做一款游戏，做很多事情，而不要只做一件事情。所以坚持往后面坚持，把时间拉长。小耳朵的玩家，各位好，我们是 MSL，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 Gameplay 聂总给我们讲一下他的创业故事。大家好，我是 Gameplay 聂俊。您可以方便介绍一下现在 Gameplay 的员工规模，然后还有一些分工吗？比如说，像你现在一边在做游戏，然后一边也有在做视频，那这两者会有冲突吗？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两者是不是可以互相促进呢？我们现在大概10-20人以内，因为我自己也没数，然后反正就10-20人之内，我是看桌子的哈，然后大部分都是游戏开发，其中有六个是做视频内容的，剩下都是游戏开发的，但中间有些人是模糊的，所以我现在搞不清楚，就是有些人是写文案的，他同时也会去参与游戏开发，有些一些剧本开发啊，或者剧本的编写，或者说是写文案的人肯定会研究游戏比较多嘛，案例比较多，那他也会参与游戏的那个关卡开发。那我也是，我是属于游戏和视频这边都在的。所以中间有一些交集，但大部分就是3-7分吧，7是开发游戏的，3是做视频的，那还有一些还有2-3个是管理团队的不参与工作的，不参与这2方面工作，要管理团队的。那我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视频，因为视频是需要长期投入的一个东西，而且也是我们的起家嘛，所以不能放弃这块，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还在视频。大部分都还在写文案然后构思怎么录视频但是每一天我都会花出时间出来，跟游戏团队沟通一下。那如果是开发的比较顺利的时候，就在生产阶段，我们叫游戏在大生产阶段，属于没有什么好开会的，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时候，就只要把之前说好的慢慢做出来就可以了。这个阶段可能就每周开一次会，然后看看你们做怎么样就可以了，进度不拉下就可以了。那在设计阶段的时候，就可能就需要每天去开会。那我会每天会把时间空出来，去跟游戏团队做方向的定位。我不会参与游戏的美术代码编写这些实际的工作，都让团队去做。然后，但是我会去跟他们沟通哪些是往哪个方向去做，哪些是该怎么做，哪些是该怎么选择哪条路，然后或者是包括说服他们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对，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工作，但整体来说，还是也3-7分，7在视频，3在游戏，但是3在游戏不表示我，不在乎游戏，不关注游戏，而是因为游戏更多是决定方向之后，就团队他们去做了，他画人他们就火了，我没有必要去盯着你，你这里像素往上移一点，这像素往下移一点，我还是比较相信团队的，就只要方向是没有偏离我的那个对游戏的理解，哪怕你画出来这幅画跟我想的不一样你怎么画的是这个样子的，但只要不难看，我就能接受。所以这个游戏的画面很多是我们的美术总监自己定义出来的。我虽然是学美术，但是我并没有给他定义那个美术画面，而且我觉得美术总监的美术能力比我还强。那既然你招个人都能力比你还强，你干嘛不信任他呢？对吧？所以我不会盯着他，你这个代码这样写，你这个美术要这样画，这个颜色这样调，我不会去理他们。有时他们画完之后，我自己觉得很惊喜，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好看，就这样子吧。所以我只要不偏离我的整体的初衷就好了，那样子能够让我的时间更多可以分配到视频这边来。您觉得您自己做游戏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在开发中遇到了什么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关注到就是，其实在国内游戏开发的人才其实没有很多，那您是怎么组建您的团队呢？其实国内开发游戏人才是很多的，只是没有被挖掘出来。很多是在大公司里面，他们自己称叫浑浑噩噩的过日子，螺丝钉对他们其实大公司里面还是有很多人是愿意开发属于自己游戏的，开发特别的游戏的，但是人指望生活嘛，所以我也是认为，如果你没有好的项目，你在大公司里面做螺丝钉是没问题的，并不会因为你为公司开发这些游戏而影响你的人格，我觉得不等于这样子的。
那有机会出来开发大家喜欢的游戏当然好，没机会的话好好过日子也是可以的。但是其实人才是很多的，特别是这几年好多大公司里的人才都出来开发自己的游戏了，但最难的反而是跟大公司相反，就大公司有个好处就是，每个人都是螺丝钉嘛，都是放下了自己的所谓的梦想或者身段，而在大公司里好好的做个螺丝钉。那这其实有好处的，那就大公司的执行下来，他们想开发一个这样的游戏，是比较容易执行下来的。哪怕公司里面有些人是反对的啊，觉得这个游戏真无聊，我不喜欢这个游戏，但只要我拿这份工资，我就好好给你做。但反而相反，我们这种独立游戏公司或者说是小型游戏公司，招过来的每个人都很有个性，都很有自己想法。他很热爱游戏，我也很热爱游戏，但是你们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整个团队这么多人，就各有各的想法。最难的就是把这些人的想法给统一起来。你既不能不让他们发挥，如果他们没有发挥渠道的话，他们没有发挥的那个空间的话，他们又会沮丧。但你如果完全每个人都发挥的话，那这游戏就不是你的游戏了，就不是我的游戏了。倒不是说他们的游戏不好，他们想的想法也不错，但是一个游戏不能塞入所有想法。如果每个想法都是任由你们发挥的话，这个游戏最后会做不出来，会失败，根本就不成立。所以我必须把这想法给抛掉，然后告诉他们这是我要做的游戏，我希望表达这种观点，你们得听我的。然后以后你们的想法我们可以保留下来，放在别的游戏里面，或者你给你们机会让你们自己开发都可以。但这个时候你们必须先配合我，把我这个游戏的样子做完整，而不能随便来。这个是很难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这想法，总想，哎，我能不能再加点这个？我说不行，能不能加点那个？我说不行，他们就会很生气，为什么不让加这个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有个性嘛，但是你得去说服他们，你加这个会导致什么原因，反正要告诉他们。那其实这个东西呢，是每个小公司、各个公司，包括我们，到现在还在一直不断磨合的啊。这也是小公司或者说独立游戏公司会遇到的最大的麻烦，就是把每个人的创意包容进去，但是又不能太过自由，那这是我觉得最难的。对。您是怎么权衡你自己的喜好跟市场的偏好呢？其实做游戏就是一个取舍的过程。我觉得游戏这个艺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它必须得舍取，有舍才有取吧，跟美术还不一样。美术如果是画自己喜欢的画，那可能你可以把它画得完美，但游戏不一样，游戏你有时间和金钱上的限制，包括市场上的限制，你不可能把它做得完美，本身就是舍取的过程。所以如何舍取，这个不是个命题，而是你必须要舍取，本身就在做游戏就一直在舍取。你可以去看市场上的任何信息，包括反馈，包括市场喜好，但是你不能全盘接收。你得认为这些市场上的喜好，哪些是自己能控制的，哪些自己擅长，哪些能做的。比如说我个人是从小练武嘛，那我对动作游戏比较有兴趣，我可能会做动作类的游戏。但是如果你要我做音游，其实很多人要我做音游，我对音游我不是很在行，我可能哪怕音游再火，我都不会去做。这有一个倾向，那包括射击游戏，像这种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可能很火，但是我也不会做。这方面我没有太多的研究和爱好，我就不倾向这方面的。然后包括武侠，那在中国，好像做武侠游戏是必然的事情，但是我个人不是很爱武侠，因为我个人是在武侠家庭中成长的嘛，我们家从小练武，然后家庭很武侠，那个氛围很武侠。我反而就不喜欢武侠了，倒不是我不喜欢武侠，而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武侠跟我理解的武侠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认为从小到大，我看着家里整个家族的武侠的这个氛围，我觉得武侠是很粗糙的，没有那么的优美的，它是很狂野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对现在的武侠研究不深，也没有太大的喜好。所以不管武侠在中国的市场偏好是多么的高的，我都不会去做。我个人就这个倾向，因为我不懂嘛，我爱不了，我爱不了这东西，我就不会去懂，我就不可能做得好。术业有专攻。对，所以我觉得看市场是肯定要的，但看完市场之后，肯定要选择这东西适不适合自己。如果不适合自己，为了市场而去市场，那我觉得最后一定会失败。对。然后市场里面市场虽然有很多方向吧，但是其实认真分析的话，每个方向都有市场。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市场是不是你自己的爱好有没有市场，你喜欢的东西别人一定会喜欢，所以你就把自己喜欢的做好就可以了，去挑市场里面自己最强的，
然后再去分析这个市场里面怎么样把这帮人最大化就可以了。对。就是我们有了解到，像很多游戏公司其实都是有很多不同成长路线的，比如说像白金工作室，它就是走外包，然后你们对这种路线有什么看法呢？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要走这样的路线？首先我想每个人建立公司，就像刚才说的，都不是想保持他所谓的什么小而美这种之类的说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悖论，因为你开公司，哪怕老板是个喜欢小而美的公司，但是你也不能要求你的员工跟着你一起小而美，因为员工加入了这公司就希望能赚钱的，哪怕有着梦想啊，真的有的时候对这行业的爱，但人总要赚钱生活的嘛。那如果一直是拿了个低的工资，一定会离职，那离职就换一拨人，那我觉得对早期的员工是不负责的。所以对老板来说，只要稍微正常点，老板都不会整天说的小而美什么的，都还是会往大公司去做。这个大公司不一定说一定要大到像 EA、育碧、像微软这种级别的，那就不叫大公司，叫巨型公司。但正常一个公司都会想要往中大型发展，可能不用上市那么夸张，但赚钱和盈利是包括让至少初始团队，核心团队能够自由支配资金，这个是很对老板，这是老板的一个责任，不是老板要不要做，而是他必须这么做，才对得起这帮人，要不然你开的公司是对不起别人的。那所以每个公司都有这个往大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相信每个公司都不会说，我开的公司就只想做1-2个游戏就结束了，或者我就想做独立游戏就没了，虽然有些个人只想做独立游戏，但一旦开公司肯定是想往2A、3A 发展的，那但是公司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困难，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很多不顺利的东西，这是每个做老板的人都想象不到的。所以这些发展路线包括什么外包啊，什么有些做外包，有些转做手游，转做更商业的东西，或者有些转做别的东西，像我们现在开始往教育方面去做，都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吧，就为了生存嘛。那如果说这个公司本身就很多钱了，本身就有很多资金和底蕴在后面，有矿了，那肯定是直接一步登天做最想做的事情。我相信如果白金有矿的话，他们也不想外包，对，他们直接就会做自己 IP 了。这白金其实一开始也是会有一帮大佬在那里，一帮大佬很有梦想去做，但是现实就很残酷嘛。现实你总得去面对生活，所以一旦没钱了，你就得去接外包也好啊，扩展新的业务也好。所以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奈吧，但这种无奈却是一个公司的成长必经之路，以及是个公司敢于承担责任的一个表现。如果一个公司因为坚持梦想，然后坚决不妥协、不做之外的事情，而导致这个公司倒闭了，我反而不觉得这公司是好公司。因为只要你倒闭了，你就对不起你的创始团队，对不起一开始相信你的人。如果有人投资的话，你就对不起投资人，这就是对不起这个社会。然后你也没有，因为倒闭了嘛，那表示没有盈利嘛，那事实上你也没有交税。那没有交税的话，那你一开始所用的所有的那个基础设施你也浪费掉了，人力时间也浪费掉了。所以公司只要倒闭了，不是说倒闭不好啊，但只要倒闭，因为毕竟都会倒闭，但只要倒闭了，就表示就各种原因啊。但如果真的遇到很困难了倒闭了，那我就没办法。但是如果你只是因为为了坚持自己的想法，坚持自己所谓的梦想，而不去妥协，而不去让公司寻找新的路线而倒闭了，那我觉得就很不负责的事情。所以不管是白金做外包，还是我们接广告，说句不好听的，我们想接广告吗？我也不想接广告啊。我们可能很多人爱看我们拍那个求联机宝的小剧场，那也是因为求联机宝确实跟我们很合得来，他们也愿意我们拿他们去恶搞，性格很合得来，所以我们拍那种广告各位才喜欢。但如果求联机宝假设是一个很不好沟通的公司，要求我们每次广告都要正儿八经的，不能乱来，然后必须要念那些所谓的那些商单的台词，各位也不喜欢，那我们也不喜欢。我们为什么要把求联机宝的广告做那么好玩？包括我们后来广告做到尽量好玩，都是为了让觉得别人看我们做广告不会特别的闷。但是归根结底就是表示我们其实也不想做广告，我们也不想接广告，然后让观众觉得毕竟是广告嘛。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减少广告的量啊，因为现在没有那么迫切了。但是那也是种妥协，必须要妥协。虽然是对不起观众啊，也对不起我们自己的想法，
但是必须要这种妥协才对，才是负责的。所以不管有什么路线选择吧，只要这个路线选择不会完全偏离背离我们的初衷啊，比如说让我们做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些商业游戏，非常坑钱的商业游戏，我们都会尝试去做。为了团队生存，就像白金他们虽然外包游戏也没有偏离他们的主要的那种思想，所以他们做这外包我是很支持的，很佩服的。然后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也会愿意说去做一些我们想不到的新的路线，只要不背离我们，然后目标是支撑我们整个游戏的开发，让我们成长。所以成长过程中人总得妥协嘛，对吧？为了负责，对。妥协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对，妥协是为了更大的、更长远的发展。对。作为一个过来人，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一些想做独立游戏的小伙伴呢？首先是坚持，就是这个坚持不是说我坚持梦想的坚持，而是坚持做下去的坚持。我们好像在业界还是有点名声嘛，所以很多人会来问我说你怎么让把自媒体做大、做好、做成功这事情。我最后想说的就是坚持，因为基本上失败的原因有各种，但成功原因基本上都是来自坚持。但这个坚持并不是说固执的坚持，而是坚持有很多种解读吧。有些人我一说坚持，好，那我要坚持我自己的游戏，坚持我的看法，坚持我的想法。我说的不是这种，我说的是你要坚持做一件事情，一直做下去。而这个事情呢，是为了做这个事情，坚持做的事情，为了我之后还能做这个事情，中间任何妥协都能接受。也就是说，我说所谓的把时间的跨度拉长。如果我开公司只看了1年、明年的事情，只看了5年的事情，那这个公司快要倒闭了。或者说我只想做一件事情，做个几年不想做了，那很快就失败，就会放弃了。但如果是10年、20年，甚至是一辈子呢，那你会觉得当下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当下的一些委屈是可以接受的。我经常跟朋友举个例子啊，就是你看那些亿万富翁啊，比如说什么马化腾、马云、马斯克这些所谓的这些大富翁，他们很有钱，对吧？那这些人的财富给到你，你要不要？肯定会要啦，对吧？所有人都会说要啊，我干嘛不要？但我反过来说，那这些人他们所受的苦，先给你，你要不要？很多人可能就会考虑了。重点是他们未必能接受这个苦。但如果再反过来说，如果我保证你吃完这个苦之后，一定能得到那么多资金，你要不要？都会说要。也就是说，我给你1个亿，你要不要？都会要。那我说给你未来10年让你吃很苦，你要不要？他会不要。但我反过来说，如果我给你很苦，同时保证你一定有个1个亿，你要不要？所有人都会要了。就吃个苦10年能拿赚个1个亿，很多人都接受。但是我们的生活没有那么绝对，你吃完苦之后没有那么绝对是一定会有这个的，这是导致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会把时间缩得很短的原因。但是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你只有做了，你才有可能获得那些东西。所以我的想法是把时间拉长。如果我未来能够成功，比如说我的公司如果未来30年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我想要中国大公司，那在这30年中间有那么1-2年我干了一些我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我做了接广告，对吧？或者做了一些偏离我的轨道的事情，我就干一些别的事情，也不是很苦嘛，能够接受的嘛，对吧？因为想要和未来，当然这是不一定的，未来能不能成功这是不一定的，但你总得去幻想啊，你总得去相信啊，你得相信后面有。如果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你干脆不要活了，对吧？我明天就被出门被车撞死的情况下，我干嘛要活呢？我现在就把自我了断不更好吗？所以总得幻想未来是可以成功的，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中间这么长的时间段，你得去接受这些过程。所以这才是我说的坚持。包括早期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要接外包啊？白金为什么要接外包？他们难道进公司说我们的梦想是接外包？不可能嘛，对吧？他们的梦想肯定是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超级 IP。但是突然公司没钱了，想要活下去了，肯定接外包的时候肯定会难过呀，要不要接外包，要不要放弃？但想想未来的美好的日子，对吧？想想未来成功之后，我们做的游戏在全球多受欢迎的日子，那这个时候放下身段去接外包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才是我说的坚持。
make games don't make game，就是做很多游戏，不要只做一款游戏，做很多事情，而不要只做一件事情。所以坚持往后面坚持，把资金拉长，这个是我最对所有人的，我这些朋友也好啊，所有观众也好，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想法吧，就是坚持做，往大了做，往远的去想，对。然后之后就是还有个小建议，就是不要太过于钻牛角尖，不要太过于钻梦想这两个字。我觉得梦想这两个字被最近的媒体也好，这几十年吧，被媒体也好，被那些做节目的人也好，给炒得太过了。就什么叫梦想呢？你这给我下一个定义好吗？你不下不了定义，我就不相信这个词。就我做独立游戏是梦想，我开个自媒体也是梦想。我只要这个梦想不偏离只要我的生活不偏离我的初衷，或者不偏离我的这个人格，我就都觉得都算是梦想实现。那我还有很多梦想呢，我还想当个宇航员呢。如果哪一天中国最近不是招那个登月的宇航员吗？我还有一个想法去试试看的。后来我还真的看了报名需求，报名清单上面写的不能近视，对，有各种原因。后来发现我根本就不合格，就第一不能近视，第二就是反正有些各种原因导致我根本就不合格，所以放弃了。但是我在放弃之前，我还真的去打开那个网站去看这个事情了。我当时还跟我公司人说了，如果说我真的应聘成功了，上月球了，我可能公司我也不干了，你们自己这加油吧。这也是我的梦想啊。如果说我能去完成航天的梦想的话，我可能这个梦想我就放弃了。那我是不是变成初衷了？我觉得不是，对吧？所以人是有很多梦想的，很多路线的。那如果我一直没有成功的进入游戏行业，那我后来成为赛车手，我觉得也是个不错梦想，对吧？所以梦想不是说坚持一个东西钻牛角尖，梦想是你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这过程中你是自愿的啊，是能说不的，能对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说不的，那你的选择就是可以的，而不要去钻牛角尖。所以呢，很多对缩小来说吧，从缩小到独立游戏来说，不要觉得我做独立游戏就一定要独立到我自己很夸张那种情况，有时候还是得兼顾一下商业思考、商业考量以及市场考量啊，所以它是有目的，它是有一个角度的。然后我是觉得现在的独立游戏，现在的游戏业吧，要么就太过商业了，纯粹商业，要么就过于独立了，独立到了有点完全不考虑商业了。我觉得应该结合一点，在中间一点，商业的人应该往独立游戏发展一下，独立游戏的人也应该往商业考虑一下。你可以说我一个人做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无所谓，但一旦你建公司了、建团队了，你的游戏应该还是要赚钱，然后在赚钱之后，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做你喜欢的游戏无所谓，对吧？但是你一旦团队化，你就要从考量商业，所以这是我觉得独立游戏界应该综合下的地方。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这款新游戏大概是会在什么场景下设定的，以及说您预计它会什么时候上市，或者说会在什么平台上呢？这个游戏是一个横版过关的，类似于 Limbo 这样的游戏，或者 Inside 这样的游戏然后未来会发售在 Steam 平台，然后有可能登陆 Switch 或者说是 Xbox 这些主机最后应该也会登陆手机然后但是它是个单机游戏这个游戏更多是一个我们的团队的一个尝试，一个磨合过程。因为第一款游戏我不想把它定义到很夸张，我们未来可能是想做2A 型的大型游戏的，3D 的各种夸张的画面特别好的，但是我个人不喜欢拿这个大 PPT 或者一个大的一个东西去要很大的资本干这件事情。我想从小做大，所以从最小的游戏开始做，然后团队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做了很多年，因为人力比较慢嘛。然后所以这款游戏更多是一款解谜类加动作类的游戏，然后画面和故事会比较下苦功，但是因为毕竟解谜和动作类是个很老类型嘛，也不敢说特别创新什么的，这是吹牛了但是至少在画面和故事上会下苦功，会去用心，然后什么时候发售呢，就很难说了。反正我努力在今年和明年吧，然后但肯定也不会太久了，因为已经到了一个，毕竟也开发这段时间了嘛，到了一个
没到收尾阶段，但到了一个比较中间的阶段了，中后阶段了。然后反正倒不是说我不想定时间，而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做完，所以在不跳票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确定时间，等做的差不多再说吧。期待给我们一个惊喜。对，谢谢。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聂师傅的分享，我们确实也学到了很多。那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频道，还有 Gamker 的频道。然后谢谢各位的支持，有空多来我们咖啡店坐坐，多线下沟通。那 NSL 跟 Gamker 永远与你们同在，拜拜。